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5.70，收盘价是198.8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0.70，最低价是在192.04。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6496.32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下影线略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在开盘之后，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开始继续反弹。那么上方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生成了一根类似于锤子线的线型。那锤子线呢，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当日的这根锤子线呢，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而且收盘价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出现锤子线呢，我们要小心次日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信息，也就是在8月7日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面这根墓碑线的最低。那我们之前说过，在出现墓碑线之后，接下来的交易日如果收盘价跌破了它的最低，将会开启一波下行的走势。然后呢，在8月8日，我们会看到它没有继续出现下行，而是出现了反弹。那出现这样反弹的 K 线呢，它的力量不足，也就是说收盘价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然后呢成交量是量缩，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那继续下行走势，也就是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之后继续下行。那除非在8月9日或之后的交易日出现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推动股价上行，也就是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然后收盘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站上这根墓碑线的最高，也就是203这个位置，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的走势，否则我们认为股价会下行，或者至少会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好，那这是我们对当日 K 线和之前 K 线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收盘价分别会在189或者会在181，在这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94附近。实际在8月8日收盘价是在198.84。那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实际走势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并且上方是测试了5日均线值。那实际发生的反弹和我们预测的反弹呢，仅仅是方向相同，再有一个就是收盘价这个位置的性质相同，也就是都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在前低的上方。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那在8月8日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先来看上行。那对于8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5。那在到达235之前，目前200关口，还有墓碑线的最高在203、204这个位置，还有上方的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焦点212，再有一个20日均线值，在8月9日是在225附近。那这4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压力位。那这些压力位呢，股价反弹到这几个位置，很容易会出现反转向下。所以在到达235之前，我们要特别关注这几个位置。那在235之后，第二个目标是256，第三个目标是271。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177。跌破这个177呢，就是继续出现低底低，继续延续7月11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那在到达177之前，目前这根墓碑线的最低，包括这根红 K 的最低，在191附近，是一个支撑。然后呢，182，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这两个位置将成为股价下行的两个重要的支撑。也就是跌破的这两个支撑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下行的。好，那么177如果被跌破，第二个目标就是168。那168如果被跌破呢，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139。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我们再来看看，在8月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下沿，如果股价下行不跌破它，就是或者说是在8月8日盘中，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股价会容易出现反弹。对，好，那么我们到了8月9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00关口。200关口呢，我们也会看到，也正好是这根小的反弹 K 线它的最高附近。在8月9日盘中，我们为什么要关注200关口呢？因为在前一个交易日出现了反弹，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又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行，最后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所以在8月9日盘中如果股价不能够在200关口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不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走势，而会出现反转向下。尤其是股价在不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在到达200关口而出现反转向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所以在8月9日盘中，我们关注200关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在8月8日收盘价198.84这个位置呢，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因为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了，说这根8月7日的 K 线已经跌破了这根墓碑线的最低，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
而这根反弹的 K 线，8月8日这根反弹的 K 线呢，虽然是出现了反弹，但是呢没有重要的指标去支撑，虽然没有出现新低，但是收盘价没有超过5日均线值，也没有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并且出现的是量缩，那说明呢这个反弹的力度是不够坚决，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呢，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也不排除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那补量的上攻呢，我们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补量的上攻，那上方是有一个缺口的。一旦出现补量的上攻呢，我们还是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生成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或者是绿 K。因为我们会看到在股价出现大幅的在8月5日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低开盘之后啊，如果在这个地方有进场抢反弹，那么股价一旦到达或者回补了这个缺口，或者即将到达这条趋势线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大量的会有卖压，也就是会有大量的获利出场。那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继续推动呢，所以股价很有可能不会收在高位，而出现冲高，然后呢出现卖压之后再继续回落，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成一个头。对，这仅仅是我们对这样一个 K 线线型的一个推断。好，那么所以我们说对于多头来说，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呢，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00关口，然后还有204，再有就是212这个位置守这条趋势线。那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191和下方的182。那么跌破这两个位置呢，将会有利于股价继续下行，所以这是空头目前的2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9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00关口，第2个压力位204，第3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10附近，第4个压力位是212，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97到198之间。第2个支撑是191到192，也就是前3个交易日K 线它们的最低是在这个范围。然后第3个支撑位是182，第4个支撑位是177。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说是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0，最低下方会到达19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95附近。如果最低价到达了189，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91附近。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8，上方最高会到达207，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
202附近。那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